2025年93閱兵式上，中國最新一代高超音速反艦導彈方陣向世界宣告一個新時代的到來。其中，首次公開亮相的鷹擊19吸氣式高超音速巡航導彈，以其獨特的成波體構型與一體化進氣道設計，成為舉世矚目的焦點。這枚長度約6米、直徑533毫米、彈頭總重約2000公斤的導彈，不僅是技術工程的結晶，更是中國反介入區域拒止體系的核心利刃。鷹擊19射程約為1440公里，可有效覆蓋第一甚至第二島鏈內的敵方大型艦艇。鷹擊19發射後，躍升到25000米至35000米的臨近空間，進行馬赫數6至8的巡航。在最後50至80公里內，利用高性能氣动舵面進行高頻率、大過載的變軌。最後的攻擊階段，導彈從巡航高度轉向大角度俯衝，利用重力勢能進一步加速至10馬赫進行灌頂撞擊。防禦方預警窗口被極度壓縮，決策循環被大幅縮短，攔截可能性急劇降低。配合055型、052D 型驅逐艦及各型攻擊潛艇，進一步強化了中國海軍的區域拒止能力，從根本上改變了反艦導彈與艦載防空系統之間的攻防平衡。雖然俄羅斯的鋯石導彈作為世界上第一種高超音速巡航導彈，早在2020年就服役，並於俄烏衝突期間首次投入實戰，但要理解鷹擊19在氣動設計和高速機動能力上對鋯石的碾壓，必須回溯超燃衝壓發動機這一動力形式的漫長發展史。它的理論根源可追溯至20世紀中葉，那是一個航空航天技術狂飆突進的時代。1944年，意大利空氣動力學家安東尼奧·費里在意大利圭多尼亞研究中心首次提出超音速燃燒冲压發動機的概念。這一設想的本質極為大膽，當飛行速度超過5馬赫時，若仍像傳統衝壓或者渦噴發動機那樣將超音速氣流減速至亞音速再燃燒，巨大的能量損失將使發動機效率急劇下降。超燃衝壓發動機反其道而行之，讓空氣以超音速狀態直接進入燃燒室，在音速洪流中完成燃料的噴射、混合與燃燒。想象一下，在12級颱風中點燃一根火柴並保持火焰不滅，這幾乎是超燃衝壓發動機面臨的最嚴峻挑戰。在超音速氣流中，燃料與空氣混合的時間窗口僅有毫秒級，燃燒必須在火焰被吹熄前完成。這一顛覆性的理念為人類突破熱脹邁向更高速度領域指明了方向，但也設置了一道極高的技術門檻。安東尼奧·費里是超燃衝壓發動機概念的正式提出者，為該領域奠定了嚴謹的數學和物理分析框架，被廣泛譽為超燃衝壓發動機之父。他的這一構想比美國 NASA 或蘇聯的相關研究早了近10年。二戰結束後，通過回形針行動延伸計劃，費里以學術職位身份赴美國紐約大學，後來受到西奧多·馮·卡門賞識與引薦，加入空軍研究實驗室，參與高超音速推進項目。在缺乏高寒風洞的條件下，費里團隊採用模擬實驗方法，使用冷流風洞加化學式蹤跡模擬燃料混合，提出橫向噴射、斜噴等增強摻混的構型，研究氢氣作為首選燃料的合理性，從而開展早期燃燒穩定性實驗。1964年，他在通用應用科學實驗室主持研制，並成功演示了世界上首台能產生淨推力的超燃衝壓發動機實驗樣機。單純從末端速度來看，火箭發動機確實可以輕鬆達到8馬赫甚至20馬赫，但其必須自帶氧化劑，通常佔總重的60%至70%，這導致其比衝較低，通常在250至450秒之間。所以，為了減小阻力，火箭通常將彈頭快速推向近地空間，然後拋物線下落，而超燃衝壓發動機從大氣中吸取氧氣，只攜帶燃料，可在20至35公里的大氣層內的臨近空間持續高速巡航，其比衝可以達到1000至3000秒。在相同的起飛重量下，
超燃巡航導彈的射程可以達到火箭動力導彈的3倍以上。因此，整個1960至1970年代，美蘇兩國在冷戰的激烈競爭中，投入巨資開展了超燃衝壓發動機的基礎研究。美國以 NASA 為中心，蘇聯則以中央流體力學研究院為基地，兩國科學家幾乎平行地探索着這一未知領域。他們建造了早期的高寒風洞，進行了大量模型實驗，逐漸驗證了超音速燃燒在理論上的可行性。這一階段的關鍵突破在於認識到，通過精巧設計的燃燒式構型，比如使用凹槽穩焰器，可以在超音速氣流中創造一個相對穩定的回流區，作為火焰锚點，維持燃燒持續進行。然而，理論與實驗室模型距離真正的工程應用還有巨大鴻溝。材料能否承受超過2000攝氏度的高溫？如何實現從亞音速到超音速燃燒的平穩過渡？进氣道如何在寬速度範圍內高效工作？這些問題如同攔路虎，使超燃衝壓發動機在很長時間內僅停留在紙面和地面實驗室階段。終於到了1991年11月28日，蘇聯中央航空發動機研究院在哈薩克斯坦的薩雷沙干測試場完成了一次載入史冊的高超音速飛行試驗。這不僅是蘇聯航空技術的絕唱，也被公認為世界上首次成功的超燃衝壓發動機飛行試驗。該試驗平台被稱為冷，得名於其使用的液氫燃料。液氫的燃燒效率高，其低溫特性還為發動機艙提供冷卻。研究人員改裝了一枚 SA-5D 對空導彈作為助推器，其本身就是一種能夠達到極高速度的大型遠程防空導彈，非常適合為超燃衝壓發動機提供所需的啟動速度。導彈將試驗平台推送到預定的高空和高速狀態，超燃衝壓發動機在約35公里的高度成功啟動並運行，產生約1500牛頓的淨推力，飛行速度達到了5.5馬赫，首次證明了超燃衝壓發動機在真實大氣環境下可以實現穩定的超聲速燃燒。由於蘇聯解體導致的資金匱乏，中央航空發動機研究院隨後開始與法國以及美國的 NASA 展開合作，在1992年至1998年間，利用冷實驗平台又進行了多次飛行，最高速度在1998年2月12日達到了 6.47 馬赫，並創下了超燃衝壓發動機持續工作77秒的紀錄。冷項目的成功直接啟發了後續諸如美國 X-43A 等更先進高超音速飛行器的設計，為俄羅斯鋯石這樣的現代高超音速導彈奠定了技術基礎。雖然冷飛行器並沒有為超燃優化設計，但仍在人類高超音速推進技術史上具有不可逾越的里程碑地位。2002年，澳大利亞昆士蘭大學高超声速技術中心成功進行了 High Shot 試驗，使用天弩探空火箭垂直發射至亞軌道後，試驗艦自由下落加速，在馬赫數約 7.6 時注入氫氣，並測量了數秒燃燒數據，首次在飛行中精確測量並驗證了燃燒室內的超燃現象，為複雜系統設計提供了更精細的物理認知和數據校準基準。HFI 則是美國國防部高級研究計劃局在2000年代初期啟動的項目，採用了難度較小的雙燃燒式衝壓發動機，擁有2套獨立的進氣系統，共同集成在軸對稱的彈體內。亞聲速进氣道就是彈體側面設有的小型進氣口，捕捉一部分空氣，並將其減速至亞聲速，直接供給前置燃燒室。超聲速进气道是彈體前端設有主要的環形或4個扇形進氣道，捕捉大部分空氣，並保持其超聲速狀態，送入後方的超聲速燃燒室。這種進氣布局使導彈在劇烈機動時能從多個角度捕捉氣流，流長比單側進氣口更穩定，且易於集成到標準導彈發射筒中。其過程分為2個階段，前置即是亞聲速燃燒，一部分空氣在亞聲速狀態下與 JT-10 液體煤油燃料混合並劇烈燃燒。
但前置燃燒時，並不是為了直接產生推力，而是產生一種高溫高壓的富油燃氣，包含大量未完全燃燒的燃料分解產物。這種高溫富油燃氣隨後通過噴嘴注入主燃燒室，與來自超聲速進氣道的超聲速空氣相遇。由於燃氣本身溫度極高，約1200 K 以上，且具有強化學活性，能在超聲速氣流中被瞬間點燃，解決了高速氣流下點火延遲長的問題。2005年8月28日，一架 F-15E 掛載 HiFly 進行了首次發射試驗。然而2007至2010年間3次全流程發射測試全部失敗，最後美軍不得不放棄這個項目。而美國的 X-43A 是 NASA 高超音速實驗項目的核心產物，其長約3.66米，翼展約1.5米，重量約1300公斤。其採用了機體發動機集成設計，機身前部作為空氣吸入的壓縮斜板，機身後部則充當發動機的排氣噴管，整個飛行器外形像一塊會飛的衝浪板。採用碳複合材料和特制耐高溫陶瓷磚，以應對高超音速下劇烈的大氣摩擦生熱。使用液氢作為燃料，氢氣的擴散速度極快，且點火延遲極短，燃燒速度快到能追上超音速氣流。相比碳氫燃料更容易在超声速下燃燒，在點火瞬間還混入20%的硅烷，這是一種遇氧即燃的自燃性物質，能作為強力引火劑，確保在極低靜溫環境下瞬間起爆。在2004年11月的最成功的第3次飛行中，一架 X-43A 由經過改裝的 NB-52B 轟炸機攜帶至約12000米高空投下，被一枚飛馬座火箭加速至約6馬赫啟動速度。X-43A 與火箭分離，啟動超燃衝壓發動機，在約33500米高度，速度達到9.6馬赫，工作了約10至12秒。X-43A 從工程上證明，即便是在10馬赫極高超音速下，人類依然可以從大氣中攝取氧氣，並實現穩定燃燒。X-43A 成功後，美國啟動了一系列後續項目。X-51A 乘波者用來驗證碳氫燃料長時間工作。HAWC 超音速吸氣式武器用來發展實戰化高超音速巡航導彈。S2-72 作為高超音速偵察平台。X-51A 由美國空軍研究實驗室國防高級研究計劃局、NASA、波音和普惠聯合開發。其成功驗證了使用普通航空煤油實現長時間高超音速巡航的可行性，被視為美國1小時打遍全球戰略的關鍵技術驗證。其外形經過精密計算，採用成波體設計，飛行時能騎在自身產生的激波上，利用激波壓力獲得額外升力。相對於極難維護的液氢，其燃料 JP-7 航空煤油穩定性高，易於儲存，這使得高超音速導彈的大規模實戰部署成為可能。它在進入燃燒室前流經發動機壁面吸收熱量，受熱後發生吸熱裂解，將其變成更容易燃燒的小分子碳氫氣體，從而更容易在超聲速氣流中點燃。更重要的是，X-51A 採用了雙模態設計，通過調整燃燒室幾何結構，使其能在亞聲速燃燒和超聲速燃燒之間平滑過渡，擴大了穩定工作的速度區間。X-51A 在研發過程中遭遇了多次技術挫折，雖然它在2013年完成了人類歷史上最長的210秒超燃衝壓飛行，但總共4次飛行試驗也暴露了高超聲速飛行在工程實現上的極端難度。比如，在第2次試驗中，導彈從啟動燃料乙烯切換為實戰燃料 JP-7 航空煤油時，燃燒室壓力突變導致激波串被頂出进氣道，這使得發動機推力瞬間消失，且無法在高速下重新啟動，最終墜海。第3次試驗甚至沒能等到發動機點火。由於在高速飛行中產生的強振動與結構自燃頻率產生共振，導致一個控制舵面失鎖並鎖死，導彈失去氣動平衡，迅速失控螺旋並解體。
即便在公認為成功的第一次試驗中，也曾因發動機密封失效，導致高溫燃氣洩漏，以及中途遙測信號丟失而提前結束飛行。所以 X-51A 項目結束後，美國並未順勢推進型號研制，反而因戰略重心轉移、預算分配調整和技術路線爭議，放緩了吸氣式高超音速武器的工程化步伐。美國國防部轉而將資源集中於技術難度相對較低、能更快形成戰鬥力的助推滑翔式高超音速武器，比如 AGM-183A。全世界首個服役並已投入實戰的高超聲速巡航導彈鋯石，俄羅斯切洛梅設計局於21世紀初便開始研發。作為一款能突破美國宙斯盾系統打擊航母戰鬥群的高超音速武器，其部分技術基礎源於蘇聯時代冷項目和寶石、布拉莫斯超音速反艦導彈家族的積累。2020年10月，普京宣布鋯石首次從戈爾什科夫海軍元帥號護衛艦上成功試射，擊中450公里外海上目標。2021至2022年間，又完成了從北德文斯克集合潛艇的水下試射。俄國防部宣布其最大試射速度達8馬赫以上，射程超過1000公里。根據2025年最新的影像資料分析，鋯石並非之前推測的類似 X-51A 的構型，而更像是一枚進化版的 HIFI。其主彈體呈圓柱形，頭部覆蓋着整流罩，並沒有採用成波體構型。拋離整流罩後，它的進氣口分布在彈頭下部或四周。顯然，鋯石的技術方案並未追求技術最前沿，而是在成熟技術基礎上進行極限優化，以實現單一性能指標的極大化。第一級大推力固體火箭在極短時間內將導彈加速至馬赫數3至4。接力點火後，發動機主要工作在亞燃衝壓模態，在3至5馬赫區間提供動力並持續加速。這利用了俄羅斯在諸如寶石導彈的亞燃衝壓領域的深厚積累。當速度超過5至6馬赫時，需要調節頭部錐的物理位移控制進氣道激波結構變化，轉換為超燃模式，將速度進一步推升至8馬赫的極速。俄羅斯為鋯石專門研發了名為 DISLM 的第4代合成烴高能液體燃料。這種燃料包含納米級鋁顆粒，能量密度極高，既能提供強勁推力，又能在高速飛行中通過冷卻回路為發動機壁面降溫。俄羅斯在等離子輔助燃燒領域有深厚積累，鋯石燃燒室內集成了非平衡態等離子體發生器，通過高頻放電產生大量的活性自由基。這些基團能繞過複雜的中間化學反應，直接觸發主燃料 DISLM 的氧化，將點火延遲時間縮短幾個數量級。等離子體還能形成一個高溫高能的核心區域，像一個永不熄滅的打火機，確保在超聲速氣流中燃料能持續燃燒，防止出現吹滅現象。等離子體起到了化學助燃和穩焰的雙重效果。這些設計巧妙地規避了超燃衝壓發動機最困難的模態平穩轉換和超音速燃燒穩定性的技術挑戰，反映了俄羅斯在有限國防預算下的戰略智慧。通過相對成熟的技術組合，在關鍵性能指標上形成不對稱優勢。儘管可能在燃料效率、航程和機動性上有所妥協，但作為一種突防武器已經足夠有效。與美蘇不同，中國在超燃衝壓發動機領域的研究起步相對較晚，但走出了一條特色鮮明的跨越式發展道路。中國的攻關並非始於型號任務，而是從最基礎的科學問題和實驗設施建設入手。早在1980年代，中國科學家就開始跟蹤國際高超音速技術動態，真正系統性投入始於21世紀初的國家863計劃和後續的國家重點研發計劃。中國研究者清醒地認識到，沒有先進的實驗設施，一切研究都將是紙上談兵。於是，一項雄心勃勃的基礎設施建設工程拉開序幕。JF-12 副線風洞是中國高超音速研究領域的標誌性地面試驗設施，由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高溫氣體動力學國家重點實驗室於2008年正式啟動建設，2012年通過驗收並投入運行。
其是全球首座能夠復現真實高超音速飛行條件，包括速度、高度、氣流總溫總壓的大型激波風洞，為中國超燃衝壓發動機、高超音速飛行器氣動熱防護、載入物理等研究提供了不可替代的試驗平台。我們知道，傳統風洞，比如常規高超音速風洞、電弧風洞等，無法同時滿足高馬赫數、高總溫、長試驗時間、洁淨氣流4大需求。而 JF-12 利用氫氧混合氣反向爆轟驅動，產生強激波，驅動能力強，能量利用率高，能同時復現飛行馬赫數5至9，飛行高度20、50千米，覆蓋高超音速飛行的關鍵走廊。爆轟產物為氮氣、水蒸氣等空氣成分，無雜質污染，為超燃衝壓發動機的燃燒試驗提供了近乎完美的純淨來流，數據真實可靠。氣流總溫最高3000 K， 氣流總壓最高30標準大氣壓，試驗時間大於100毫秒，遠超普通激波風洞的1至10毫秒，足以觀測超燃衝壓發動機從點火、模態轉換到穩定工作的全過程，價值無可估量。這意味着，在 JF-12 風洞中測試的超燃衝壓發動機，能同時復現真實飛行中的高速度、高溫度、高壓強3位一體環境及高寒狀態，其工作環境與真實飛行幾乎一致，可模擬真實大氣成分下的離解、電離、輻射等非平衡效應，對燃燒與材料考核至關重要。它讓中國工程師能在實驗室裡以極低的成本和風險，身臨其境地解決發動機研制的核心難題。比如，針對进氣道不啟動難題，可在風洞中精細調節來流條件，觀察並優化進氣道在不同馬赫數下激波系的穩定性，這是發動機可靠工作的生命線。針對超音速燃燒的可視化管理，結合高速攝影、激光診斷等技術，能直接看到燃料噴射、混合點火和火焰傳播的全過程，為優化凹槽穩焰器設計燃料噴射策略提供最直接的依據。針對熱防護材料的烈火烤場，可將材料樣件直接置於高達2000 K 的氣流中烤核上百毫秒，真實檢驗其抗燒時、抗熱震性能。針對燃燒時設計驗證，測試不同凹槽支板、燃料噴射構型的點火與穩定燃燒性能。2022年，中科院力學所又建成 JF-22 超高速風洞，覆蓋馬赫10至25，對應軌道載入與空天飛行，支持騰雲工程等空天飛機項目。JF-22 與 JF-12 共同構成了全球規模最大、能力最全的高超音速風洞集群，使中國在該領域的基礎研究能力穩居世界最前列。正是有了 JF-12 這座地面天空，中國才得以採取地面充分驗證、飛行一次成功的高效低風險路徑。它極大地加速了從鷹擊19到鳴笛飛行器等一系列尖端裝備的研制進程，是中國在高超音速競賽中實現後發先至、掌握戰略主動權的基石性保障。俄羅斯的鋯石也依賴其深厚的高超音速風洞積累，主要集中在中央空氣流體動力研究院和克里斯特安諾維奇理論與應用力學研究所，但其設備大多屬於蘇聯時代的底蘊，側重於耐熱和動力系統的穩健性，並不能像 JF-12 那樣完美復現高寒真實飛行環境。相比中國追求精細的氣動控制，俄羅斯更傾向於通過高能燃料和等離子體輔助燃燒等物理化學手段來補償氣動設計上相對保守帶來的不足。而美國的許多現有風洞設施年代久遠，缺乏模擬極高馬赫數和長時間飛行的能力，這導致美國在獲取設計高超音速武器所需的空氣動力學數據方面依賴昂貴的飛行測試，極大增加了研發的不確定性和成本。美國政府、工業界和學術界已經認識到這一差距，遂奮起直追。比如，正在升級阿諾德工程發展中心的風洞群，普渡大學正在安裝可模擬高達40馬赫的脈衝激波風洞。美國國防部官員強調，建立世界級的風洞基礎設施是趕上中國高超音速競賽的關鍵一步。
而在強大實驗設施的支撐下，中國科研團隊在超燃衝壓發動機的關鍵技術領域取得了一系列突破。這些突破最終匯聚於鷹擊19的動力系統中。鷹擊19會攜帶一個一次性的大推力固體火箭助推器，在發射後的極短時間內，將導彈從靜止狀態猛烈加速至約馬赫3至4。此時，導彈已達到亞燃衝壓發動機高效工作的起跑線。隨後，火箭助推器燃料耗盡並分離，進氣道開始工作。鷹擊19的進氣道是該型導彈實現高超音速飛行並兼顧式裝性的核心技術，採用了非扁平承波體及擬軸對稱承波體，加上3維內收縮進氣道，目前全球最先進的工程平衡方案。它既兼顧了圓柱形彈體的結構強度，適合於雷管或垂直發射，又獲得了承波體的高升阻比。那麼，如何確保在不同馬赫數下，機波始終能導向进氣口內部，實現所謂機波落在唇口的最優氣流捕獲率呢？我們知道，傳統的承波體對馬赫數非常敏感，一旦偏離設計速度，機波就會脫靶。而在超過馬赫8飛行產生的數千度高溫下，任何活動的進氣道唇口或調節板都極易被燒蝕。鷹擊19的進氣道前方的壓縮面被設計成複雜的曲面，這個曲面產生的機波不是一個單一的平面，而是一個具有自適應冗餘的波陣面，使進氣道唇口在馬赫6到馬赫10的範圍內都能捕獲到由前體產生的絕大部分高壓氣流。雖然不是每一個點都是完美的機波落在唇口，但在整個巡航區間內，其捕獲率都能維持在90%以上。相對於俄羅斯鋯石的頭錐機械調節方案，在工程可靠性和減重上具有壓倒性優勢，而且避免了物理調節的縫隙產生的雷達散射尖峰和局部紅外熱點，有利於鷹擊19的隱身突防。而3維內收縮進氣道更代表了當前吸氣式高超聲速技術的巔峰。這種进氣道不同於美國 X-51A 的扁平2元進氣道，也不同於俄羅斯鋯石的環形進氣道，其是一種高度複雜的非軸對稱曲面壓縮設計。承波體前體預壓縮後的超聲速氣流，在曲面壓縮面上按預定的規律繼續平滑壓縮，相當於用無限多極斜面代替有限級數的斜面壓縮，讓等熵壓縮波依次交匯，並迫使機波彎曲。彎曲機波及其後的等熵波共同完成對高速氣流的壓縮，真正實現了與氣流接觸的整個表面都參與了對氣流的壓縮。當然，這種進氣道的內部形狀極其複雜，傳統機床幾乎無法加工，形面的精度是微米級，必須採用3D 增材制造。而且其3維曲面與導彈前體的線條融合度極好，無外露鼓包或機波錐，極大降低了飛行阻力和雷達散射，更均勻的分散熱應力。而且来流從兩側吸入，對導彈的攻角側滑角變化不敏感，即使導彈進行大過載機動，兩側进氣也能保持較好的性能。這賦予了鷹擊19極強的末端機動變軌能力。這是鋯石導彈這樣的軸對稱進氣道難以比擬的，解決了亞燃和超燃模態的进氣問題。又該如何實現不同模態下的點火和燃燒呢？在亞燃模態下，燃燒時入口的氣流已被減速至亞音速，然後採用與渦噴或衝壓發動機類似的，但適應高超音速飛行環境的強化版傳統點火技術。燃料通過布置在燃燒室前部的噴射環或陣列，以霧化形式噴入亞音速氣流中。由於流速相對較低，燃料有相對充裕的時間與空氣混合，形成均勻的可燃混合气，然後噴射諸如3乙基铝這樣的自燃劑，提供初次爆發能量。在火箭助推器剛剛分離衝壓發動機啟動的瞬間，為後續的主燃料創造基本的理化條件。接着等離子體點火器放電，產生高溫等離子體射流，其能量密度和活性粒子濃度遠高於電火花，點火邊界更寬，保證在高空稀薄氧氣環境下的極高點火成功率。而在超燃模態下，
來流經過一系列彎曲激波壓縮和隔離段激波串的連續作用，仍是馬赫2至3，甚至可能接近馬赫4的超音速。氣流在燃燒室內的停留時間極短。以一个1米長的燃燒室來流速度 2.5 馬赫為例，氣流流經燃燒室的時間僅約為 1.2 毫秒，而且火焰傳播速度僅每秒幾十米，遠低於超音速來流，火焰會被瞬間吹熄。所以超燃狀態的點火必須從點燃一個點演變為控制整個燃燒流場，通過空間受壓、能量注入、化學催化3位一體的複雜過程來實現。首先，燃料在進入燃燒室噴射之前，流經燃燒室壁面內部的精密冷卻通道，起到冷卻液的作用。然後燃料被加熱發生物理化學裂解，熱裂解成氫氣、小分子烯烃等。而氫氣的點火極限極寬，且點火能極低，在超聲速氣流中會先被點燃，再誘導重質碳氫燃料燃燒。激波誘導點火是主要自觸發機制，進氣道產生的斜激波在燃燒室內多次反射，通過精確設計，使多道激波在燃料噴嘴下游的特定點交匯。激波交匯處的氣流壓力和溫度會發生階躍式升高，通常達1500 K 到2000 K。燃料在穿過這道激波牆的瞬間被強行壓燃，無需外界火花。等離子體能量注入繼續發揮作用，但不是通過高溫，而主要通過產生的大量的原子氧、羥基等極其活躍的自由基來打破燃料的長鏈分子，使氧化反應的鏈式觸發速度提升數倍。為了對抗超音速氣流，實現穩定點火和燃燒，還必須在超音速來流中人為創造出一個避風港。凹槽穩焰器是實現穩定燃燒的心臟級部件，其是在燃燒室壁面上挖出的一個特定幾何形狀，通常為長伸比在3到5之間的矩形或梯形線落區。當高速主流氣流掠過凹槽口時，會在凹槽上方形成一層剪切層，這層氣簾將高速主流與凹槽內的低速區隔開。剪切層在凹槽後壁撞擊，迫使一部分氣流捲入凹槽內部，形成一個巨大的旋轉的低速回流渦。這個區域的氣流速度遠低於主流，使得燃料有足夠的時間與空氣混合。這就像在一條湍急的河流中，於岸邊刻意挖出一個回水灣。無論河流多急，回水灣內的水流總是緩慢回轉的。凹槽穩焰的核心在於，它能作為一個連續的火源，燃燒產生的高溫煙氣會被困在凹槽的回流渦中，形成一個高溫核心。這個核心不斷加熱新進入的油氣混合物，使其達到自然溫度。同時，剪切層並不是完全封閉的，新鮮的空氣和燃料通過剪切層的穩流擴散進入凹槽，而凹槽內的活性自由基也不斷向主流擴散，從而持續點燃經過的超聲速氣流。美國 X-51A 僅為簡單的矩形後向台階凹槽，中國則採用了極為精密和高效的設計。凹槽的深度和角度經過精密計算，確保在超聲速下提供足夠的駐留時間，而在亞聲速下不至於產生過大的分離區。在凹槽的上游前緣設置一個微小的氣動斜坡，燃料射流從斜坡的特定位置射出。當超音速氣流流過斜坡時，會另外產生一道斜激波，從而進一步提升下游氣流的壓力和溫度，使燃料更易點燃。這道斜激波還會與燃料射流相互作用，誘導大尺度渦將燃料更深入地攪拌進來流中。經過這道預處理的混合更均勻的富油混合氣，再被捲吸進下游的凹槽，其可燃性、燃燒效率、穩定性都得到數量級提升。然後通過串聯或並聯的多個凹槽進行能量接力。當導彈進行大過載轉彎導致流場劇烈變化時，即便主回流區受擾動，副凹槽仍能維持火種，極大地拓寬了發動機的穩定工作邊界，使其能夠承受導彈進行大過載規避機動時產生的極端流場畸變。在模態平滑轉換期間，必須逐步減少或關閉為亞燃火焰設計的上游主燃料噴射器的流量，
同時大幅增加面向凹槽穩焰器及其上游剪切層的輔助燃料噴射器的流量，逐步確保凹槽這個火焰堡壘內有足夠復燃的混合氣，為超燃模態下的火焰提供源源不斷的彈藥。但是要確保模態轉換過程如自動變速箱換擋般平順，避免推力突變或燃燒不穩定，還需要隔離段作為超燃衝壓發動機特有的減震器和緩衝閥。隔離段是位於进氣道出口與燃燒室入口之間的一段等截面或略微擴張的管道，其核心作用是解耦进气道與燃燒室。激波串在隔離段內將進入的氣流進一步減速增壓，將其調整到最適合燃燒的狀態，而燃燒室內的超聲速燃燒會產生巨大的背壓。如果沒有隔離段，這個高壓會直接向上游傳播，干擾進氣道的激波結構，導致進氣道不啟動，發動機瞬間熄火，甚至結構損壞。隔離段內的激波串可以像彈簧一樣自適應伸縮，來吸收燃燒室背壓，確保進氣道不受影響。亞燃模態下，燃料主要在燃燒室的前端，緊鄰隔離段出口噴射，這樣可以利用強烈的燃燒放熱維持高壓。燃燒室背壓將激波串強行推向隔離段的前端，此時氣流經過激波串後，由超聲速減速至亞声速，發動機表現為常規衝壓模態。隨着飛行速度增加，控制系統逐漸改變燃料噴射位置，開啟位於燃燒室中後部的噴嘴，導致燃燒室前端壓力下降。激波串會像拉風琴一樣，在隔離段內平滑地向下游移動。當激波串完全退入燃燒室甚至消失，氣流在整個燃燒室內均保持超聲速，模態轉換完成。這個過程是連續的流體物理變化，沒有機械調節。導彈最終加速到馬赫6至8的巡航速度，但發動機保持長時間穩定的超燃模態也是十分困難的，因為在超燃模態下，主要採用激波誘導點火，而激波在真實飛行工況下會受到各種擾動而變幻莫測，所以必須採用氣動動力深度耦合控制，通過遍布發動機的數百個傳感器，主動控制隔離段激波串的位置，並讓燃料噴射如影隨形，始終將燃料投送到激波後溫度最高、壓力最大的區域，才能實現平穩燃燒。鷹击19的进气道和燃燒室壁面布置了密集的高頻動態壓力傳感器和溫度傳感器，它們如同神經末梢，以每秒數十萬次的頻率採樣，實時構建出一幅燃燒室內的壓力溫度場地圖。激波的位置就體現在這幅地圖上壓力與溫度的陡然躍升封面上，系統必須能毫秒級識別這個封面的位置變化。中央控制器內置了該發動機的高保真氣動熱力學數字孿生模型，它實時接收傳感器數據，並與模型預測的在當前飛行馬赫數高度下的理論最優激波位置進行比對。如果激波位置偏前，意味着壓縮過度，總壓損失大，且燃燒室入口馬赫數偏低；如果激波位置偏後，意味着壓縮不足，氣流溫度壓力不夠，可能導致點火失敗或燃燒不穩定。控制器必須瞬間判斷出激波偏移的方向和程度，並双管齊下進行精準操控。正如之前的論述，改變激波串位置不需要物理調節，而是通過改變燃燒室的背壓來實現。通過增加或減少燃料噴射量，改变燃燒室前端的壓力，這個壓力像一堵牆一樣通過隔離段 isolator 向上游推送，從而可以推拉整個激波串至理論最優位置附近。鷹击19也可能採用等離子體流動控制，在隔離段壁面嵌入等離子體力磁器，通過高頻放電產生電磁力或局部熱效應，這相當於在平滑的管壁上瞬間制造了一個空氣凸起或空氣凹槽。這種虛擬幾何變化能瞬間改變激波的反射角度，實現對激波串位置的微秒級鎖定，其響應速度比燃料調節快10至100倍。在調整激波串的同時，還要微調燃料噴嘴的噴射壓力、角度甚至開關狀態。以超聲速燃燒穩定化的常用方案支板噴注為例，
燃燒式中心布置的支板噴嘴可以向周圍氣流多點噴射燃料，例如，如果傳感器檢測到某個機波鋒面略微後移，系統會立刻增大其上游噴嘴的噴射角度或壓力，確保燃料射流依然能穿透到已經移動了的機波後高溫區。這相當於讓演員根據舞台燈光的細微變化，實時調整自己的走位和動作，從而在全飛行包線內實現穩定的機波誘導點火和燃燒。很顯然，正是 JF-12這樣的機波風洞能復現高馬赫真實飛行狀態，在毫秒級試驗時間內直接觀測和測量機波結構、點火過程和燃燒穩定性，從而為整個控制模型提供關鍵驗證。而在早期超燃冲壓發動機中，正是缺乏這種實時閉環的主動控制能力，完全無法駕馭這種複雜性，因此只能實現秒級、條件理想的短暫穩定工作。由於超燃冲压發動機燃燒時內部氣流溫度超過2000 K， 僅靠耐高溫材料已無法維持長時間的結構強度，必須採用主動熱管理手段。燃料再生冷卻不僅是超燃冲壓發動機的首選，更是唯一的工程可行方案。燃燒式壁面內部布滿了金屬增材工藝制造的極其複雜的微米級冷卻通道，通過改變通道的形狀和流向，可以在熱負荷最高的喉道和凹槽加強冷卻。在極端壓力和溫度下，燃料進入超臨界狀態，此時它兼具氣體的擴散性和液體的密度，傳熱效率極高。吸熱型燃料在熱量作用下通過催化劑發生化學反應，斷開分子鏈。化學熱塵會吸收巨大的熱量，這比單純物理冷卻能力高出3至4倍。鷹擊19這樣的可達馬赫10的實戰型號還可能採用氣膜冷卻，不同於渦扇發動機從高壓壓氣機迎500至700攝氏度之間的空氣對葉片進行氣膜冷卻，超燃冲压發動機进氣到氣流溫度遠遠超過1000攝氏度，根本無法用於燃燒式冷卻。而燃料參與再生冷卻後的溫度約為600攝氏度，所以一部分超臨界燃料不通過主噴嘴，而是通過燃燒式壁面的縫隙或多孔材料噴出，在壁面形成一層燃料氣膜。燃料氣膜既能隔絕熱量，又能在气膜邊緣與空氣接觸燃燒。這種以油護壁的設計是實現鷹擊19達到馬赫10級別高超音速巡航的核心黑科技。在夯實傳統超燃冲壓技術的同時，中國科研人員已將目光投向更具顛覆性的下一代高超音速推進概念，比如斜爆震發動機、旋轉爆震發動機、遇冷空天動力等離子體輔助燃燒技術等。這種多技術路徑並行發展的格局，確保了中國在高超音速競賽中具備極強的技術冗餘和領先優勢。正是這些扎實的技術突破，使中國能夠將超燃衝壓發動機從實驗室概念轉化為能夠在嚴酷實戰環境中可靠工作的動力系統，最終催生了鷹擊19這樣的實戰化裝備，並構建起涵蓋陸基、艦載、潛射及空射的全方位高超音速打擊體系。而截至目前， HACM 作為美軍吸氣式高超聲速武器的最具實戰意義的型號，集合了美國過去30年在超燃冲壓領域的最尖端技術。但根據美國政府問責署2025年6月的報告， HACM 存在成本大幅超支和設計定型推遲的問題，首次飛行測試推遲至2026年進行，希望2027年實現初始作戰能力。為了趕進度，美國空軍已將入役前的飛行測試次數從13次削減至5次，並將優先集成在 F-15E 戰鬥機上，後續將擴展至 B-52H 轟炸機。由於 HACM 的延誤，原本已計劃下馬的助推滑翔型導彈 AGM-183A 在2025年重獲3.87億美元支持。而美國海軍原計劃研發的高超聲速空射進攻性反艦武器 Halo 的進展並不順利，其研發工作已經停止。目前海軍的精力主要集中在基於固體助推器和雙锥体彈頭的常規全球快速打擊 CPS 導彈上，而吸氣式反艦導彈暫處於重新評估階段。
回顧鷹擊19的誕生歷程，我們看到的不只是一件先進武器的研發故事，更是一個國家在高科技領域實現系統性突破的生動縮影。從 JF-12、JF-22 風洞的建設，到雙模態超燃衝壓發動機的關鍵技術攻關，再到整彈系統集成與實戰化測試，這條技術攀登之路體現了中國式的工程方法論，以前瞻性的國家計劃為牽引，以世界級的實驗設施為基礎，採用了基礎研究關鍵技術攻關系統集成型號應用的體系化推進模式，最終在工程實用化這個最考驗綜合國力的環節上，實現了歷史性的跨越。鷹擊19的意義也超越了戰術層面，它標誌着中國已完全掌握了吸氣式高超音速飛行的全套核心技術，包括先進气动設計、超燃冲壓推進、高溫材料、精確制導和系統集成。這種能力具有強大的外溢效應，為6代機、鳴笛寬域飛行器和騰雲空天工程奠定了堅實的技術基礎，形成了一個從戰術武器到戰略平台的完整技術譜系。在速度決定優勢的未來戰場，鷹擊19的劍鋒所指，不僅劃定了新時代海權的邊界，還有一次不可辯駁的宣告：守護家園的盾羽毛必將由自主創新的星辰之火鑄造。